那个精神错乱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是接近临终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临终可能我说如果跳出医学的话，临终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病人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尤其是我们也知道 Dr. Seth 他是在这个国大医院是做了20年的急诊，所以说其实你应该也是有看过很多临死前的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是我今天想要听，如果有机会，我是想要听 Dr. Seth 分享差不多几个故事，这样给大家听，一些真急诊的故事啊。好的，其实呢，故事呢其实是一样的啦，全部病人大概的前程啊，就是这个最后一层的他大概都是有一样的我们讲的rhythm 嘛，就是我们的那个特征是吗？特征或者是规律。规律，了解。OK， 其实有很多种病人啊，你知道吗？有些是创伤病人，就是 accident 的病人，撞车的啊，撞车啊，创伤的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有长期疾病啊，长期躺在床上，或者是有 cancer 的病人，就绝症的病人，那个临终的过程呢，它有一点点分别。真的是有点分别，我看到是不同，因为你知道创伤啊，或者是有那种心脏病的心脏病忽然间来的，忽然间一下子或者是中风一下子来的那种比较急性的生命危险的那种情况啊，它的死亡的那个过程是不同的，和我们的我们有那种绝症啊，或者是比较长期疾病的导致死亡，或者老死啊，有点分别。因为呢，前者呢，他们是没有时间准备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准备。你今天早上会中风，或者就是这样子就想不到的啊，完了或者是遇到那个我们说的车祸啊，真的是不幸遇到那个车祸的话，一下子就完了这种临终经验呢，它会比较快，一下子就没机会的去closure， 就是没有机会去讲完全部那种体验我之前有讲过，要跟你说一下那个我们讲的回光返照啊之类那种症状，全部都是没有的。好，倒不如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第二 part 的就是那个长期疾病啊，或者是有那种长期的癌症或者是绝症的人身上，他的那个症状或者是中了那个败血症然后又病入膏肓，好像很多人 COVID 那时候就进入了病入膏肓，差不多要死亡之前你看到很多病人他们慢慢当他们开始有精神慌乱精神不整，精神慌乱，就是说有点 delirium， 就是他会自己讲话或者是他看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他们会乱说话这样子，忽然间有没都讲一些东西出来，你听到好像不明白的，没有一些关系的，或者是他们叫做我们这个神志不清嘛，对不对？就神志不清这种是比较也是其中一个症状，神志不清，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状况，他们的脑分泌物呢，他们不能正常的分泌一些我们讲的把身体的那个思维整理好。那因为有分泌物嘛，脑部它乱了OK， 那个精神错乱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状是你们有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是要开始有察觉到，其实病人是在临终的情况可是不一定每个有这个症状的人都是要临终了只是说有这个症状的话，你们要自己提醒自己可能是接近临终的这种体验。它是一种体验罢了，体验都未必一定是临终未必是它是最后。如果是 doctor 来得及给一些药的话，他就回来了，你明白吗？可是如果你是没有去做一些东西的话，这就是真正的临终的那个其中一个OK， 我先讲一些 process 给你听一下，可能我分析一下到底你怎样知道那个有这些症状可能是迈进了这个临终的体验。第一，他就会觉得他身体很沉重，他很累。
他那个病人呢，他就会整天在那边啊，他的手啊脚啊不灵活，开始很重，你抬他手上来都很重哎，不要说他自己抬都很重，你自己帮他抬你都觉得很重，把他搬到那个椅子上啊，搬上来的哇都是很重。那比起之前，好像说可能你在2个月前你照顾他的时候，你搬他的时候都没有现在的情况这么重。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身体会比较重呢？是因为呢，他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肌肉的的 function 啊，我们的那 muscle 的 function 已经开始瘫痪。所以呢，平常呢，如果是我们身体是健康的人呢，我们 muscle 都有一点 tone，就是有一种我们讲 tone 啊 ，tone 就是有一种有一个收缩的程度，收缩程度就是把我们的地心吸力有一点，它会靠的地心吸力，它会减轻那个身体的重量。可是就是说，它的那个 muscle 会减轻我们搬它可能会借力啊之类的，它会帮忙我们借力一下，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可是呢，当你差不多临终的时候，那个病人就不能做这一点，他的 muscle 已经瘫痪了，所以你会觉得比较重。那病人自己会觉得比较重，自己很难做起来，要做起来，他只是觉得我要沉下去了，我做不起来了，我要沉下去了，这样子，他整天就一定要你扶他起来，做起来，他不能躺了，他躺着他就觉得很辛苦不能我就要沉下去，那种感觉。有时是这些病人他们没有办法自理，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忙的，对吗？这个是的，对。可是问题是，这个感觉是在他身上会发觉到，我觉得我沉下去，我觉得我要沉淀下去，我不行，我一定要做起来，免得话我会要死这样的感觉好像溺毙的感觉哈。这是第一点你会发现的，你可能发现，如果他的病人没有告诉你这一点的话，或者你可以观察到他是不是一直叫你叫他把他搬起来、做起来。好像老人家一般上，以前我照顾，好像看我家人照顾我阿嬷、我公公，是常常都是要这样的，对。是所以如果他们是一直都叫你帮我扶我起来的话你要自己小心了，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临终的第一个症状。你要，如果你觉得看到有这一点的话你要安抚他，你只是把他抬高起来，慢慢抬他起来，尽量的给他，不要整天骂他。哎呀，你睡下去啦，不要骂他，因为你们不知道，原来其实他是在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你不知道，你是说，哎呀，你不要烦我，那做起来会跌倒啊，不要这样子对自己的家人。他当他说要扶他起来的时候，轻轻的把他扶他45度起来给他坐下来，他会比较舒服一点点这是家人可以做的，这是家人真的是可以做的了解，这个很重要